蓝白到底能不能合？哦，柯文哲现在出来的变数又增加了哈。那民主党礼拜5要拼不在籍投票3读，哦，不在籍投票，希望国民党、民众党、民进党能好好谈。这张启凯说的副总召。那国民党呢？张志伦是说呢，这个不是所有的不在籍投票都开放，总统大选跟第一线的公职人员投票可以考虑开放，但是有些可能小选区是不是还需要全部不在籍都开放？所以看起来，尤其社会，尤其民进党也反对了啊。社会到底要不要共识？民进党就说，那台商不在籍会不会受到共产党影响啊？哦，会不会做票啊？等等啊，所以他有他的这个反对的这个理由啊。那国民党原来是赞成不在籍投票的，但是现在民众党反而优先提出来，礼拜5就要瞧了啊。那另外柯文哲出手瞧总预算跟军购案，柯文哲说，如果民进党让人工生殖法通过，总预算军购案我来处理，交给我来处理，我就可以让民众党通过啊。那另外呢，这个柯文哲想要人工生殖法换总预算跟军购吗？陈昭志说，哎呀，柯文哲就是快人快语啦。朝野呢，大家协商一下，希望能够通过了，不要因为柯文哲讲这个话呢，蓝军不爽了。我们看一下。买票是不是很好买？还可以指定投开票所投票开票出来给我看，这一点如何去克服？我自己想不出来。拿出过去的选委会工作经历，民进党立委召集不在籍投票公听会，只是台下仅有绿白立委到场，国民党通通缺席，似乎有些尴尬。因为民众党坚持自己版本，但不少蓝营立委认为不在籍投票还有争议。不是在国外，我们就是在台湾，就是说移转投票就那么简单，但是大家在反对，不知道是反对什么。有时候不是完全都可以开放，比如说总统大选的时候，第一线的公职人员可以开放，他们可以去投票。麦玉珍话说的呛，似乎也盼蓝营放行，毕竟这次连中选会主委被提名人游盈隆都说乐见其成，民进党态度似乎也退后一步，但不忘见缝插蓝白一针。或许可以先从总统投票，或是全国性的公民投票先行来示范，一定要妥善规划，争议性太大。民众党敢支持吗？可能有的国民党为了特定利益、特定个人想推，民众党也不敢接近。这会期最后一次周五用会，朝野党团都要拼法案大清仓，蓝营要拼3读718亿新兴预算，卫星广播电视法，但像是党产条例，白营要拼的不在籍投票，蓝白都没有共识。让这个法案继续的来听取社会大众的意见，所以等到大家有更成熟的意见、更多的共识的话，该怎么推，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海外的跟两岸这次没有要马上这个实施，我们希望在这个礼拜5可以完成3读，透过这个国民党、民众党、民进党3党可以坐下来好好谈。毕竟先前双科会已埋下绿白合种子，如今蓝白最终法案若无共识，就怕让年底选举增添蓝白合作变数。我觉得现在蓝白的矛盾也越来越多。那先讲这个不在籍投票，过去大家会认为说，国民党一向都是支持，可是现在连国民党都有所疑虑跟保留。原因就是说，现在民众党这个不在籍投票可能对民众党相对有利的，因为毕竟说年轻人或是北漂流动性比较高的族群，可能往往是比较支持民众党，所以民众党觉得说这个部分对他们是有利。那另外一个，现在社会冲突其实蛮剧烈的。如果说不在籍投票没有社会共识，大家当然会担忧说，所谓境外势力介选的问题会不会持续存在，包括这些台商的选票它所影响，所以到时候选举的结果可能会有更多的争议，增加社会的对立跟不安定性。我觉得这个部分是会有大家疑虑的地方。那另外柯文哲的部分，大家会觉得说，原来法案是可以做利益交换的，这个代理孕母，这个你有个崇高的理想，或者是你有你的实际性的需求等等，你都可以拿出来做辩论，或者是拿出来主张。可是你不能拿代理孕母跟这个总预算去做条件交换，说只要你通过代理孕母，我就同意你的总预算。那是不是会让大家觉得说，原来总预算你是为党而党，你并不是真心要党，你是拿来要做这个利益交换的？那这对民众党的形象也会造成一个伤害，对于民众的信任度也会造成影响。原来民众党是可以跟人家去做利益交换、密室协商、密室政治，这个跟过去柯文哲所主张的这个公开透明是完全相反的逻辑。所以我觉得目前民众党到底要走向哪一方？你又想要蓝白合，可是又蓝白这个在法案上或者在选举上互相竞争。那另外一方面，你又想要跟民进党来做密室政治、密室协商，最后可能会两面不讨好。建好，我想这个不在地投票这事情，当然各党
两党都有自己的版本。那因为什么在这个阶段突然提出来，然后大家会觉得蓝白不合？我觉得还是要讲，因为是应该说大家都希望说往不在地投票这个方向去走，但是里面的每个人的版本跟细节不太一致的时候，那当然大家有各自的这个叫磋商了。其实明天早上大概两党也会坐下来协商，说到底这个版本好或不好，要不要过哪个版本，这个是大家本来这是很正常一件事情。那另外，大家最近在讲说，像包括有人觉得说最近好像很多蓝白的这个议题有些不一致。我要先讲个前提，是因为其实应该讲，因为我们在这一任已经2年过一半了，所以说有些有高度共识的法案，当然在前面可能第1年跟第2年很多时候3读就通过了。那现在即将进入第3年，当然有些法案它并没有完全的一致，大家有不同意见的时候，那当然就需要坐下来协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常态的问题。其实大家看到都是结果，过程里面过去这2年其实很多版本也是国民党版本、民政党版本，或者是个别委员版本，那大家要下来协商，这个版就是立法院的常态，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想到这么多。那另外我觉得，过去当然在选举的时候，有时候有些地方是两个阵营加起来可以大于民进党，在选举策略上可能合作必要性。但在法案上，我觉得立法院的状况是各自有各自的立场跟想法的时候，我觉得并不一定每一次投票都会一致。大家去看投票记录，其实有时候真的就是52比51，也就是国民党跟民进党投票，那民众党没有投票，或者其他的情况都会发生。所以并不是每一个东西完完全全说在案子上都合作。我觉得大家有立场没问题，但在法案上也是有各自的坚持。这是我觉得立法院常常大家面对3党这个现实。请教一下，还有一个问题那1月底会期就结束了嘛？这个会期嘛？对。那民进党下会就换新的委员了。对。哦，那只留2个，陈昭姿跟另外一个还没有就是中间这个接的。那原来看到黄国昌是跟你们合作的还不错了，黄国昌现在不在，虽然是党主席。那将来你们跟新的民主党的这个委员能不能合作？我觉得就是还是看法案，就是还是要重新磨合，并不是一个一定会继续合作的状况，而是要看两党的他们新进来的6位委员相关的法案的状态是不是跟我们上面大家能够互相接受。但是能合作还是要合作，而且我觉得过去蓝白合作的立场是说基于监督强大的民进党、独裁的赖清德的前提下去监督这个赖清德政府。那未来这6位委是不是能够一致？这是我觉得努力的方向。我觉得你的回答并没有正中这个主持人问你的。我觉得关键不是这样，关键是那8票到底谁可以主导，到底听谁的？我觉得只要柯文哲还在外面装神弄鬼这个你们要特别的小心。我在本节目不止一次讲过，台湾有2个妖孽，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台湾的第1号大妖孽就是陈水扁，第2号小妖孽就是柯文哲。他们2个，一个是戴罪之身，一个是定罪之身。但是他们2个人只要逍遥在监牢以外这皮有够厚什么话都肯讲，完全不知分寸。当然我不太同意你说法案可以不可以交换，是可以交换的，但你交换要让国人看得吞得下去。不是我昨天看到说，哇，原来这个代理孕母可以交换国防预算，代理孕母可以交换总预算。你跟我搞完这个另外那个我来处理。你看那种口气狂妄的程度其实他的狂妄跟川普差不了多少。你知道，足敢死的嘛，敢是足敢死的连这个都讲得出来。我跟你讲，柯文哲只要他还在监牢外面他其实心目中没有蓝白合的问题，他根本不在乎未来的大局，未来的总统选举。你要记得，当我们的主持人当副总统候选人跟侯友宜在一起选总统的时候，最后蓝白合没有成功，就是他相信他可以做总统我觉得他这个念头恐怕现在都还没有死心他什么事情只要他认为是应该可以这样的，他哪有什么原则？你们不要一厢情愿说一定会蓝白合。休息再回来。好，那么礼拜天这个霍诺德成功爬上了101，到最上面还自拍真的是不简单稍微一个闪失就会跌下来。你看人家好像很简单你爬爬看不要爬什么101层，你爬个3层5层给我看看都很困难。但是呢，台湾真的，你看台湾真的是下面各种留言各种都有，称赞的、支持的、笑的、骂的、讽刺的，通通有。但是一般网民也就算了，酸民反正很多嘛。那包括左荣泰行政院长，
你非要说这叫台湾101，什么时候变成台湾101？它就是个台北101，连 Netflix 那天在转播的时候也说台北101嘛。我讲过就是这样，纽约就是世贸大楼嘛。旧金山大桥嘛，谁讲说那是美国大桥呢？谁讲这是美国世贸？是芝加哥以前 CSO 大楼，都是它有地标嘛，它是一个地标。巴黎铁塔，对不对？也很重要啊。东京铁塔，你有说日本铁塔吗？没有嘛，真无聊，就非要说台湾101。所以蒋万安说，那我是台湾市长了。哦，那意思说那怎样？我不是台北市长吗？为什么台北用台湾来取代呢？尤其你做个行政院长，这是台湾的光荣，让全世界看见台湾，看见台北101，就是很好了嘛。在这时候还分得这样子，真的有这个必要吗？这是鸡肠鸟肚啊，真的无聊到透点。那而且呢，他们原来说是台北市都没帮忙，蒋友姐自己说，我烦了市长很多次啊，常常烦他哦。而且蒋万安也还原，原来是有通话的啊，有各种内容的哦。那另外呢，这个霍德诺呢说差一点喊卡。因为天气前2天下雨啊，什么风也很大，所以蒋永杰说他到庙里去拜个神奇凤梨也有效哦。反正大家都在协助啦，市政府中有不同的部门有30个人也在协助哈。那另外呢，这个你光看那个 Netflix 转播那些也很不简单，那些摄影啊什么，大家都很努力嘛哦。所以呢，既然周荣泰说台湾101，蒋万安就说以前算民主进步101。所以呢，如果改名为民主进步101所以呢，那不是为什么你不叫民主进步101呢？101那另外呢，好，民进党说，原来我是骂蒋永杰的，现在支持他了，选台北市长，出战蒋万安那另外呢，包括谢欣妮啊都说了说既然民进党没有人敢勇敢，我觉得民进党也变很多以前我们那时候看到民进党很多明明知道选不赢还是要选，我这次拿5%的票，下次拿8%，再下次拿10%，总有一天让我当选，而且那个奋斗不懈的精神，现在是一定要当选才选了，一定要当选有把握才选了，没有把握就不选了，这什么个态度啊？真奇怪以前民进党绝对不是这样子的那叫蒋永杰选，蒋永杰不要叫我选举啦，选举不好玩啦那另外呢，现在说是不是王世坚推举了6个，昨天又加上这个其他人，所以呢，到底王世坚上场是赖清德或蒋万安还感到不安？我们看一下。所以我是台湾市的市长吗？谈到副总统萧美琴和行政院长卓荣泰把台北101改成台湾101，台北市长蒋万安一句话酸爆，直当天发文恭喜霍诺德，却被批评是收割。台北101董事长贾永杰不止留言感谢市长帮忙，更发文透露延期或取消考量因素，也致电求助。晒出这颗神奇凤梨，问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星期6延期了，星期日天气一定会好吗？蒋永杰透露，当初申请和规划只有周末2天，如果延到星期1上班日，一定会被骂爆。于是他打给蒋万安，对方非常支持这个活动，立刻协助整合资源，全部第一时间到位。那因为周一它是上班日，而且尖峰时段，我说没有问题，所以我马上联络包括警察局、消防局、交通局、EOC 紧急面中心等单位，当然还有文化局、营委会，只要是能让世界看到台湾、看到台北、看到中华民国，我们都会全力促成，一起努力。北市府案101全力促成，蒋永杰也因此被拱选台北市长。本人发文回应，自己屁股才刚坐热，请不要叫他去选举，选举一点都不好玩。外界点名蒋永杰，难道也是因为民进党内没人有意愿？副院长怎么看？蒋永杰是台北市长好人选吗？虽说是考古题，但郑丽君还是频频被劝进。民进党谁来对决蒋万安？名单点过一遍，还没有人承担。蒋永杰他的家人她老公跟他的这个小孩有一个假懂不懂的群组，他讲出来了他就跟大家开玩笑说，他们故意排挤我啦。他说假懂不懂，这2天在讨论说，妈妈不要再 po 文了，你怎么 po 那么多文？但我现在还在看他刚刚 po 的文，他说呢，那个 Alex 在爬的时候呢，整个制作团队还问这个101董事长蒋永杰说，那他到底要穿什么衣服？什么颜色的衣服？那大家看到他最后穿红色的嘛？制作团队还担心说，那会不会帮大家解读红色？因为5星级是红色。他说没有问题，就是穿这个颜色。就后来经过我们中华民国国旗的时候，还蛮 match 的。好，这是蒋永杰刚刚我们在录影，下午现在目前4点多的发文大家可能晚上要看到了。好，那蒋永杰人气暴涨，刚刚主持人都跟大家说了好感度、挑战性，然后他勇于冒险，而且他很坚定他的信念，他不会随便退缩。
所以就被点名说，是不是出来选？那当然就是代表民进党选啦，或者是无党籍选啦，因为国民党就是蒋万安的嘛。那他是说不要叫我选举，我当董事长当得很好，这其一。其二，刚刚新闻里面有个画面，新闻记者很有敏感度，他就抓这2个人嘛，没有抓荣荣泰啦哈。郑丽君，那郑丽君当然就前面谈就是，这样台美关税是不是也算至少哈，就是很多国人都觉得不错。那我是觉得啦哈，对台北市来讲，对桃园市来讲，我不认为民进党他们能找到能够赢过现任张善政跟蒋万安的人。你也不要以为他现在每天都要去找一个人来赢他，可是他一定要第一个稳住40%基本盘，第二个能够把他的议员席次维持，第三个让这个很强的张善政跟蒋万安没有办法心有余力还去其他地方去辅选嘛，所以他不会派很弱的出来啦。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认为郑丽君的几率应该是上升的。那很清楚了，刚刚在广告期间的时候，嘉宇跟我讲说，他们俩应该都不想了。当然，贾永婕跟郑丽君应该都不想，王世坚也不想嘛。可是比起这3个人，贾永婕、郑丽君跟这个王世坚可能被提名的几率，我认为比郑丽君低。如果你征召他，我觉得王世坚不会说我就来选了。既然党要找，那我就来选，对吧？但是问题郑丽君我不要啊。可是赖清德是总统兼党主席。在他的擘画当中，他一定要派出一个就认为说在台北市还能够有一个40%基本盘，而且他又非常相信的对象。我觉得啦可能这个判断最后可能不一定对，但郑丽君应该是现在目前民进党高层在力劝的对象。他如果被劝服了，那最后出来的人，我觉得可能是郑丽君。就是说我刚刚讲过，以前的民进党绝对不是这样子，一定是大家抢着要出来，不赢也要出来，一次。开始的时候，民进党一个县市长也没有啊。为什么现在后来慢慢多了？就是一次跟你拼嘛，事实上你说张善政讲完以后，他是跟民进党在选吗？他不是啊，现任是跟自己在选啊。现任的县市长其实包括立委一样，是跟自己的记录，英文叫做 run against one's own record， 跟他自己的记录选。如果做得好，所向无敌了；做不好，根本你自己就把自己搞垮了。所以就看他们做得好做不好，做得好最重要。对手是谁，随便你们，我只要自己做得好。市民觉得我做得好，你们谁来都一样。但是对手要努力啊，要不能说现在你推我推你，看衰笑死人了。像老沈这样子想选啊，对不对？管你提不提我想选我就选，民调到一定的上面我就选了。那不要有这种勇气。民进党怎么现在变这样？嘉宇你出来嘛？你有什么不敢自己宣布我要出来了？我们前辈沈大佬在这里，以前的民进党就像沈大佬这样，他就是是不是选台北市长？但是问题就是。这当时的时空环境，那现在到现在的民进党，当然我们要学这个 Alex Honnold 的一样，征服101嘛，有志者事竟成，你不可能，但是你还是可以超越这个大家所认为的这个人类的极限。所以我相信民进党在台北市一定可以超越极限，只要有好的候选人。那我们这个最强的候选人就是王世坚跟郑丽君。你看，对别人，我们觉得你不错，又选过立委，又选过议员，为什么不行？我现在重新做人，好不好？从议员开始，我简单讲一下。这个台湾的101啊，其实在某种程度，我可以体谅民进党的水仙花自怜跟这个自卑感。为什么？因为老共的坚持啊，我们该用台湾的地方都用台北啊 ，Chinese Taipei 啊，TPE 啊，还有这个台北文经代表处啊，那本来是应该用台湾的，老共就说用台湾，危险，有一天被你偷天换日变成国家的名词，所以坚持你要用台北。这个倒过来就是本来该用台北的，现在民进党就无所不用其极要用台湾了，这是相反的，这是相反。但是呢，我必须讲，我可以理解你这种自卑感的来源是什么，但是你一直在这个地方打转的话，你就永远长不大。你就永远变成一个可笑的小孩子。你搞这东西就跟阿扁啊，就跟柯 P 一样啊，搞那些东西啊，你以为全世界的人看不出来啊？大家都看出来，而且都觉得你好笑。休息一下再回来。那么。回答。台湾总部要拼6月开工，时间很急迫了。李世安说，农历过年前，农历过年就是2月中啊，把所有合约全部签订要签不少的合约。昨天那个都计会已经通过他的这个变更哈。那侯友宜说，大家放心啦，我们常联系啦，我跟李世安、刘焕然都常联系啦，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啦。黄国昌说呢，蓝白合是不急的。还有黄国昌他2月1号成立竞选总部在新庄。黄国昌说，民进党台北市早报人比较急啦，
那另外美丽岛电子报哦谈台中说呢，江启臣如果对何幸存43.9比29.4差44.5%哦。那如果说是这个杨琼英跟何幸存呢，32.7比上33.7，杨琼英输1%，不过呢在误差范围之内了哦，所以看起来江启臣是比较强的了哈。那但是呢，这个以前民调都是杨琼英赢何幸存2个百分点替别做，那这次呢，美丽岛电子报何幸存赢杨琼英1个百分点，差不多。何幸存说年轻人中间选民对我是有期待的啊，好，他民调大概年轻人比较高一点了哈。那另外呢，蓝营内部如果呢江启臣跟杨琼英互比式民调52比上17.4，也不是杨琼英不好，杨琼英其实蛮优秀的，只是大家会觉得说江启臣胜面更高，选举上就这样嘛，你胜的比较多你就去选吧哦。那江启臣支持度在泛蓝选民有75.5%，杨琼英支持度15.3%哦。那当然还有绿的跟这个中间选民了哈。那江启臣独占鳌头，一举突破这个4成哦。到底呢？这个适任度啊，江启臣是49.7，何幸是33.9，那杨琼英是25.7啊。那另外呢，这个到底该不该换党？说居然有35.3认为应该从国民党换成民进党，哦，支持国民党去之后30.8，其实差不多哎哦。但是选举还是看候选人了，候选人最重要了哈。那另外呢，卢秀燕满意啊，64.6%哦，已经超越蓝绿了。哦，泛蓝96.6满意，中立60.8满意，泛绿也有33满意啊，有1/3泛绿也觉得他做的还不错啊，哦，但是反正已经任满了，下次要不要换人换党啊？哦，那另外呢，所以接班人选很重要了，哦，接班人选到底是谁很重要了。那说2月6号要做第2次协调，这样说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2月6号做第2次协调，因为卢秀燕也讲说，如果不行的话就初选了啦，哦，那所以呢，这个2月6号应该敲定产生的方式跟期程，也包括这个黄建豪委员，好，来讲讲看到底怎么样？我想当然2个候选人呢，不管是杨琼英或江启臣，他包含市长，大家也知道说，他们都认为说这次选举蓝营在台中相对是比较有优势的，所以当然2个才会竞争嘛。那其实从这个选将的角度，包含说我自己这一区比较特别，我本来议员选区现在有4个新的席次，就是都不选，或是选，比如当立委空出来，还有增加席次等等，所以我7个席次里面有4个席次是新人。好，所以以这个为例，就是其实这个市长选举它牵动的是议员母鸡带小鸡这个效应出来，所以大家为什么一直希望说，当初本来市长在2个礼拜前有说希望1月底前能够决定，但是我看1月底不可能了。那现在2月6号要协调的事情，大家觉得说，因为后来大家拖到说，那不然过年前决定，所以大家希望说2月6号那一次。可能2月6号不可能有人说啊，那我现在就决定不做了，我不选了。2个一定还是会继续竞争下去。那至少2月6号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期程跟方式确定出来，让大家比较心安？那在选举的规划上面也比较明确。我觉得这是对不管是这2位候选人也好，还是对其他的正在准备参选议员的这些新人也好，还有议员候选人也好，都是一个比较放心的一个做法。因为其实说真的，台中市这个选举。台中是大家讲摇摆州，所以其实它的政党的这个色彩没那么明显。包含刚刚看到民调，蓝绿的支持度，还有蓝绿各自希望换党做看的支持度是势均力敌的。但是问题会选举每次有这个胜负的差别，都在候选人本身的人格特质，跟大家认为说你是不是市长，你的格局，你的各方面的行政经验或各方面的这个状况，能不能担任这个市长？我觉得这个是候选人本身会决定的选举的结果。蓝绿白这个事情对候选人本身没有绝对的影响力，所以我觉得这个。赶快把人选定出来，那候选人各自就定位之后，不管今天国民党是派江启臣、派杨琼英，那剩下的这几个月，赶快去把个人人格特质塑造出来，明确的告诉选民要把台中市带往哪个方向。那我想台中市多数的选民就会去买单，如果支持他，你就会买单。所以为什么何建成对自己这么自信？他认为说这个年轻人跟中间选民对他有期待，因为他也看到了台中市的选举不是蓝绿铁板一块。如果何新存委员在后续的几个月里面，能够把他的人格特质，能够把他的政见能够定位出来很明确，那后续的确有可能后市看涨，它确实有可能影响到中间跟年
年轻的选票这一块，尤其台中市是一个移民城市，它的人口到现在为止还是在全台湾里面是持续成长的一个城市，所以有很多人他并不是本来没有住台中，他是搬来台中的，所以他这次有投票权，所以他上次投给谁你不知道，那这一权就是所有候选人要争取的对象。所以为什么台中这边我们很积极的希望说赶快把人选定出来，就是希望候选人要有时间去处理自己的竞选的问题，去处理自己的政策问题，去谈说台中市的愿景，这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发酵。如果拖到3月、4月，甚至有人说到年中才定案的话，连自己竞选都来不及，那更不用谈整合的工作，你也没有时间好好去台，因为台中市很大，台中市所谓山海屯区有4个完全不同风格的地方，这需要努力。我们当然希望至少过年前吧。年前。对啊，这涉及到半年还可以去拜嘛？用身份嘛？你现在说半年去谈着半年，本来可以说我们希望啊，这是我们旁边的人希望。小鸡可以陪同市长候选人一起去拜嘛？再拖。其实我们今天讲的新北市也好，台中市也好，它都是属于这外来人口其实比例蛮高的。其实新北市也是一样，外来人口的比例非常的高，所以呢，其实它的政党属性跟派系性格都很淡，都非常淡。所以它的政党属性，其实我必须说，蓝绿来说的话，应该是五五波，不管是新北市或台北市，谁能够得到那个票源扩张到中立选民，其实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本来其实对于国民党来讲，强棒新北市就是李四川，因为他其实确实有这一个非蓝绿，甚至于非白、非民众党的支持者，这些可能没有特别政党属性的人，对于他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有好感度的。尤其他在解决辉达的这个总部的这件事情上面，现在看起来一路圆满。虽然这中间有一些波折，可是你会发现他坚持那一个要依法行政这件事情，其实反而是在最后是能够圆满的重要原因。他不求极快，可是反而是能够时间之内完成这件事情。江启臣，我觉得台中市民对他是有一个更上一层楼的这一个思考。那更上一层就是说，你台中市市长做完了之后，以你的国际经验，以你过去在这个就是中央的经验，你是有机会可以成为一个中央级的人才。所以他在拓展上面之所以能够拓展，是因为他不是地方型的政治人物，他其实是有往中央去发展的一件事情。那我本来觉得这件事情都不是那么困难，其实对于最后如果是他们2个人，我都不觉得任何时间提名都可能问题不大。我觉得关键点在于议员的选举其实竞争非常的激烈，小鸡们是非常紧张的，到时候不要因选举而结怨。我最后提一点啊，我当然知道很多人就会讲说，哎呀，其实绿白合啊，其实很有机会。但我必须说，感谢赖清德推动的大罢免。那么大罢免前跟大罢免后，我观察到的是，在国民党内跟民众党内支持者对于蓝白的支持度，现在已经是由下往上，而并不是由上往下。这跟2024年的协调完全不同。那么那个由下往上呢，在国民党内，我看到各种的那种选举民调，你会发现90%支持蓝白合，而民众党有70%铁定支持蓝白合。当然他反对也有大概20%，那这中间有一些人不是不确定。可是你那个70%的民众党的支持跟90%的国民党的支持，其实他在选票结构上面要感谢大罢免，让这个整个的蓝白群众有一个合作的机会。新北市当然很重要，我们看看新闻背景新闻。新北市长国民党人选悬而未决，传出在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出国之前，就和新北市长侯友宜当面交换意见。我们在行政院市长见面了，我到现在也没有被劝退，不排除本周谈定，也不排除本周谈完还要再继续走。对，最大共识是胜选以及尊重党的安排，只是相比绿白人选就位，小鸡难免不安，程序势必要加快。看。蓝急川不急啦，台中就是何时能启程，就这样2题讲完哈。因为台北跟桃园刚刚我们讲，现在讲台中跟新北，台中新北2位很强的现任市长侯友宜跟卢秀燕，他们要交棒，那所以呢也找了2个很强的，一个江启臣，一个李四川，但是不是只有他们2位，台中还有杨琼英，上礼拜跟大家谈过就不多说，但是2月6号要第2次协调，那杨琼英其实公开资料讲得很清楚了，刚刚建豪在说对不对？杨琼英态度是什么？杨琼英态度就是请定出方法跟时程。那如果是这样的话，2月6号一见面讲说，好啦，既然你就没有要被协调，又或者是主动退嘛，那就得有一个民调。那现在台中市党部、新北市党部或中央党部都没有去做民调的情况之下，说你无法劝退非常积极的当事人。
那所以2月，我看到这个卢市长是说希望2月19号大年初3，对不对？那如果2月6号的时候才讲说好我们要开始，那是1个礼拜后做民调嘛？那1个礼拜后刚好都要会不会过年前，这是可以的，但是会有点急，看看杨琼英接不接受，接受的话马上就做，但不一定要跟社会公布，他们2个看了一下以后，然后党中央有人来一看，就同意了就好了，这是一个。那什么叫做这个蓝旗穿不急？就是李四川副市长看起来一点都不急，可是其实他是很专心的在这个辉达这件事情上面。今天是礼拜2，观众朋友，1月29号，后天礼拜4，黄仁勋要来台湾了。那黄仁勋来不是来了以后，见到这个蒋市长，然后李四川副市长就签了啊。好，李市长副市长讲说，那个签约要大概1-2个礼拜的时间，有很多的细节，还要怎么样还要去做一些比对等等，所以完成的时间是在农历年前2月17号之前嘛。可是李四川有讲过，他完成的工作，如果党需要他，他会参选，他会承担，可是他会辞掉台北市的副市长，所以是不是就要让他在农历年前就辞掉副市长？好，我知道了哈，我的个人了解，他并没有那么急，他也觉得说有需要那么急吗？农历年后3月再来不行吗？我到时候把我市政的东西都放下，在4月台北市议会开议之前，我就好好把工作放下，我就会输给苏巧慧。他本人并不急，可是蓝营很急，可能是因为议员的这个初选要开始开跑了。可是重点在于，就是现在目前台中跟新北，因为都还没有确定人选，可能基层很着急。可是这2个现在目前浮上水面的选将，一个江启臣，一个李四川，他其实对于最后的胜选的信心看起来都是几率非常高的，所以也或许真的没有必要急成这样。所以民进党比较早就在去年10月的时候就提何欣纯了，确实早。可是也没有因为这样而何欣纯的民调已经超过江启臣，苏巧慧的民调已经超过李四川，并没有。所以要不要冲得很快，那是党中央要去想办法的事情。我觉得台中跟新北啊，就是本来无一事，何处染尘埃啊，这不会有事的。最后结果大家都预料到。我倒是坦白告诉你，我很佩服杨琼英。你晓得什么原因吗？你的跟张启臣的民调差那么远啊，竟然可以撑到今天。没有人可以讲一句重话，我讲是有的啦，因为基层在他的脸书留话说，你再这样搞啊，你下一次的委员恐怕都选不上。这个讲得好，这杀到他的内心的最害怕的地方。但是真的，你看像今天台中来的代表，或者是很多人啊，你要他讲一句，就说啊，杨琼你算了吧，没有人敢讲了。这可是厉害的所在。不是啦，基本上杨琼英之所以到现在还坚持说，他认为啦，江启臣当然很棒，如果他来选对核心人，他也会赢。他一直认为他也会赢。这个什么道理嘛？他认为他会赢嘛？那他自己认为他，你不是又佩服他？你现在就讲他什么道理？他的道理就在这里，他认为他会赢。这样的道理哈，那高嘉瑜有100个啊，为什么民进党不点他？他自己要冲出来要选啊，他自己不讲，民进党怎么会提他？冲出来一马当先，我鼓励他冲出来看民进党怎么说。对不对？你要提一个比他更好才可以啊，好吧？基本上了哈，就是说，我也觉得不宜拖过春节之后了。春节之前最好就不管新北、这个台中都决定了。大家为什么担忧新北？是因为侯友宜的关系嘛？侯友宜2023年还是2022年11月的时候大赢了，赢了多少？2022了。2022年县市长对不对？对林佳龙那一次啦。对了，那个时候大赢那么多，如果当时就说就是侯友宜了，征召一路拱上来，我告诉你，现在总统就是他了，不提他，拖过来拖过去，又搞个郭台铭进来，那搞了个半天，那侯友宜个性又保守，对不对？问他两岸，我现在因为是新北市长，我不能讲的民进党议员会骂我。对啊。问他这个国际，我现在不能讲，我只能谈新北市。所有的多少人跟我讲，那么多国际媒体认为他就是国民党候选人，要访问他都被他拒绝了。对呀。拖，民调就掉下去了，就这么简单。所以大家不要一鼓作气是很重要的。你一鼓作气不能作气，再而衰，3、2节就没了。所以为什么新北有这样的经验？所以他觉得说，既然李四川那么强，就赶快吧。事实上，苏巧慧也不弱，后面还有一个苏贞昌啊。民进党也在新北，在台北县也选过游青啊，也选过苏贞昌当啊。他不是没有基础的，那不是一个蓝营的地盘呐。休息再回来。好，陈水扁，老沈最佩服人之一。节目他的电视节目才被卡
2月7号要到台北来。你看我讲的没错吧？南一中校友会交流特别讲座，因为阿扁是台南一中的这个毕业生嘛，地点在台大校友会馆，他是台大校友，台大校友馆4楼，2020年2月7号的下午3点啊。那另外呢，那个场地很小啊，反正也是个场地嘛。预告演讲说可以自由发问，随便你问什么，半个钟头哦，自由发问不设限。这边就有写，我看哈，这边就有，你看这边是演讲后半小时自由发问不设限，看到没有？字很小哦，那随便你们问哦。那另外呢，民进党团也紧张，说你阿扁要遵守党外保外就医的规定吧，要遵守保外就医的规定吧，他原来是要主持电视节目的因为那时候我新书法有请他，我说阿扁要不要来？他说9点我9点半嘛，他从台南，说时间实在是有点辛苦了。他说这样，我电视节目播的时候，我请你当我的来宾，你爱问什么爱讲什么就讲什么。结果他电视节目被人家取消了，没有了好，那总统命令什么东西呢？高等法院院长高金枝接掌司法院的秘书长，因为他有些被人家批评了很多地方了那另外呢，他原来是高等法院长，已经届龄退休了，又到司法院当秘书长，所以赖清德也不管你这一套了，什么这个那个我要用你就用你了因为他有职场霸凌啦，什么办公室特权的争议啦，但是呢不管，我用就是用了，什么争议不争议那另外呢，这个他现在当司法院秘书长，说他曾经讥讽女法官是昏迷的病女，所以呢，这个女法官就崩溃了，就去找心理医生咨商了8次了然后呢，高金枝就说：“我怎么知道你这么玻璃心呢？当什么法官啊？都判人家罪，讲都不能讲谁知道你有这么玻璃心还发表了一个紧急声明去澄清了另外呢，法官说要告他贪污，拟告发，说因为无偿提供前院长办公室，所以高院呢赶快又澄清，又一篇一篇的澄清那另外呢，这个蓝白宪法诉讼法违宪，判违宪，余震还没有停，现在高金枝又当了司法院秘书长，就变成政治跟司法的一个蓝军的反攻的战场。我们看一下。可是我很喜欢跟我先生讨论，因为我觉得我要听听素人的意见。6年前担任法官的高金枝，在2023年上任高院院长，即将在2月9号届龄退休。如今，总统赖清德发布总统令，特任高金枝为司法院秘书长。至于高院院长遗缺，由司法院副秘书长王美英接任。新的总统是不甩民意，还是完全被蒙蔽了？所以急着在今天做了这么重要的一个派任呢，请代总统要回应民意，对这件事情对外有个清楚的一个说明。民众立委张启凯提到了高金枝争议，因为高金枝近期被爆出职场霸凌女法官，在女法官小孩在加护病房昏迷时讥讽，就是你个性这么急，女儿才会这样，让女法官身心受创，更接受8次的心理咨商。司法院表示已向法官关切了解情形，但争议事件不止这样，被爆出将高院一间约2坪大的办公室无偿提供给退休的李彦文使用。对此，高院表示，李彦文现为司法院民事诉讼法研修委员会召集人，办公室空间配置均依法办理，并非外界所称不当使用。希望就是高金枝院长他担任之后要能够承担起这个重责大任。就司法院里面，它本身有一些人事审议委员会，那么所以应该尽速的将这些问题拿出来讨论。高金枝还没正式上任司法院秘书长，再也紧盯一举一动。这个女法官因为小孩脑炎住在家扶病房不省人事，然后工作繁重，心力交瘁。那高金枝呢在走廊遇到她，就问说听说女儿生病，然后呢就酸她说就是你这个个性这么急，女儿才会这样。另外一个女法官呢说你一定会生病，你一定会生病你的个性个性来佳玉。
这个当然高金枝他个人过去的这些言行都会被这一次来都受到检验啊。同样的，过去贾永杰被任命101，也有很多人说是酬庸，可是他现在也用自己的表现证明说，他有这样的能力跟实力，大家现在也都跟他道歉。所以我也希望现在的这些不管是高金枝啊，或者这些人事上有争议的人，都能够用这个行动来证明说，他们确实是值得这个位置。我刚刚在那个放 VCR 的时候，看着主持人，一想到哇，1994年10月3号台北市长选举的时候，陈水扁、赵少康、黄大洲在国父纪念馆那边有个辩论会，那时候我在现场，我大学生在那边采访，已经过了32年了。阿扁就是冲突、妥协、进步啦。之前的5步是不能上台、不能到会场，是凯孝不敢参会嘛，不演讲、不谈政治、不接受访问。但是他之前有开广播节目，而且他也有接受别人访问过的时候，其实中间一直都没有什么样的了。所以他现在虽然没有主持他的这个电视节目了，可是之前主持广播的时候并没有被阻止啊。所以进3在主持广播，对，进5步退3步，他还是赢了2步或3步。我今天早上在小巨蛋大操场运动的时候，有台南一中全国校友总会的一个我认识的人来跟我讲，阿扁要来演讲呢，你要来不？啊！我讲是的，我不爱去。我讲什么原因不爱去？第一点，我不屑这个大妖孽，全国第一大妖孽同一个房间。第二个，我如果去的话，他开放问题啊，我会问到他没有他没有办法下台。好，建好。这么多人才，不知道为什么都要选择高金枝来担任司法院秘书长？这么大的争议，我觉得不知道赖清德是有没有看到？他在真正搭上去，我觉得就是对司法是重大的一个伤害。那当然更不用讲阿扁的问题了。到底哪一个中华民国哪个受刑人保外就医可以保外就医这么久，而且一直讲话，我觉得这对司法不公，大家会有很深的感触。贾永杰接101的时候，我没有听说过国民党这边有任何人的反对他的接任这件事情，没有。所以呢，是民进党里头有人反对他，可能跟他过去的色彩的关系。好，但是现在为什么是他不是我啦？对啊，我觉得像这一次就不同的是，高金枝也好，陈佑兴也好，我要再提一次陈佑兴接台北